大家好，这支影片我们来介绍 VC Data， 它是在终端机里面的一个资料检视工具，它可以检视包含像 Parquet 档、CSV 档，甚至去抓取 Wikipedia 里头的 table， 在终端机里头可以方便的上下检视。说实话，它的处境有一点点奇特，因为毕竟如果我们要做资料处理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用 Pandas 或者是类似的套件，即使是想要互动式的检查 Data Frame 里头的内容，在 Visual Studio Code 以及 JLab 里头也有非常多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互动性的检查 Data Frame 里头的资料，而更复杂一点的操作可能用程式码去处理会更方便一点点。那虽然说 VC Data 也有绘图的功能，它毕竟在终端机里头远远不如我们在 Jupyter Notebook 里头可能用 Plotly 或者是 Matplotlib 可以直接真的把它图形画出来的自由度以及方便性。但是呢，可能也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的 niche， 所以它也演化出来了一些非常诡异的功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甚至可以去做档案的操作，它可以帮你用 regular expression 去大量的修改目录里头的档，而且可以跨目录的去做这件事情。不过在我们去看它这些诡异内容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它最基本的一些操作。最基本的操作其实就是直接在 VD 后面接上它的档名。我这个档案是 CSV 档，它是政府开放平台、开放资料平台里头关于新鲜人的起薪，所以你看到它有职业别以及不同教育程度，他们每个月的起始薪资做的统计。这个年度是2020年。VC Data 有什么功能呢？除了上下让我们去查看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栏位做排序。比方说我可以用方括号键在这边，两个方括号键分别是递增或递减的排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性薪资的平均最高的大职业别其实是金融保险业的专业人员。那如果我们针对的是研究所薪资来看的话，排序最高的会是金融保险专业。那我可以把这个研究所这边往左边移动，我是用大写的 H， 就有点像是 Film 的上下左右键， H 是往左边走，然后大写的 H 是把它往左移。可以看到研究所的薪资最高的40619比所有类别的平均会高一点。然后在这个类别下面呢，在这个金融保险的专业人员的类别下面呢，在国中以下、高中以下、高中或者是专科这边其实是没有资料的，所以它的平均只有根据大学以及研究所两边所做的平均。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它是属于比较高的薪资。那在所有的类别可能都有的，可能就是金融保险业，这边看起来挺高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边东西有点大，看起来比较不好检视所有资料。我当然可以把字体缩小， VC Data 也可以相对应的显示更多的资料。那我也可以隐藏掉一些栏位，好像是如果我现在不看薪资的男女比例的话，我这边可以按减号把它先暂时的隐藏掉。每个栏位这边我就暂时的按下减号让它隐藏掉。这时候我可以让它稍微大一点，然后也可以看到所有的栏位。那我还可以做一些 search， 比方说呢，如果我们年度也不用，如果我想要找到所有专业人员的栏位的话，那我可以在这个大职业别有去搜寻专业这两个字，然后选取相关的 role。那这时候我只要按下垂直符号，然后里头去输入我要搜寻的 regular expression。以这边来说的话是专业这两个字，按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所有专业的选项都被修改了。好，那假设说我想要把它这边的经常性薪资全部换成99999，就是在这边被选到的栏位所有的经常性薪资都换成是99999，我按下 G1， 这时候呢我输入9999999，所有东西都会被换成是99999。那如果我只是要搜寻替换呢，比方说我想把这边所有里头的技术这两个字换成问号问号，或者是换成一个字母好了，我们把它换成是 A 大写 A 这个字母。那其实我只要按下 G star， 这时候我就输入了 regular expression， 技术换成是 A， 你看到里头所有的技术全部都换成是小写的 A 了。你当然会说看起来这些按键性的东西很方便，很像就是 Film 这些，当你熟悉的时候会非常快速。可是问题是它的学习门槛也比较高。不过好在的是你可以看到上面它其实是有 menu 的，你可以从这边去选择你要的功能。当然稍微慢了一点，可是呢比方说我们要 sort 就排序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我按它这边，你就甚至可以看到它这边列出了快速键了。
而且你可以，就算是你不想要学快速键，我只是想要暂时用一下，这个选单也可以帮助你去选择到你要的功能。因为它功能实在很多，这些选单里头不会包含所有的功能。那你可以按 Ctrl+H， 那这边会列出很多它的相关功能，包含如果我现在要列出在这个像是试算表这里头的所有功能，我这边就可以把它一一列出来。它有一个完整的指令名称你可以在下面输入它的指令，它可以让你输入它的指令那这些指令也都包含对应的快速键有一些当然是没有，很多包含了对应的快速键，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快速的学会它的功能，或者是找寻到它适当的功能大部分的地方你按 Q 都可以离开我刚才做了一些修改，我想要把它还原，这时我可以按 Ctrl+R 还原到原来的样子其实是漏的它的东西，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刚才的修改把它存进去。那如果我要存的话，它有一些快速键 Ctrl+S 或 Ctrl+S 可以把它存进去当然你可以要选 File Save 这边它可以把它存到里头去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每个栏位的形态。我其实比较少用 VC Data 在 CSV 档案，所以当我为了要做这个示范 load CSV 的时候，我发现了它的栏位其实是没有资讯的你可以用大写的 C 按下去之后 Shift C， 你会发现它的 type 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跟 Pandas 不一样，因为 Pandas 会自动猜测它的 color 的形态，这边看起来是没有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这边有用到减号当做是没有资料所以在 Pandas 里头你可能也要设一下 NA values to be 这个 hyphen 或者是这个符号，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代表的是 NA。 所以一般来说 CSV 其实有很多麻烦的地方那你要怎么去更改它的资料形态呢？一个方法是在这个地方按大写 C 之后，我们在每个地方你按1都可以修改这个 cell 的数值。比方说如果我把这边改成 INT 我甚至可以改它的宽度高度或者是它的显示的比如说精确度要到几位那些的。不过我现在离开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年度后面加了一个井号，这个井号其实代表的就是它的形态是一个整数。所以其实如果我要的话，这边它的快速键其实是还蛮合逻辑，我这边按一个井号，我其实就把这个我现在栏位经常性薪资这个栏位的形态改掉了。那浮点数的话其实是百分比符号，就按下来这边变百分比符号。我们按大写 C 再回去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边 INT float它已经相对的改掉了所以我这边可以一直按，比方说是井字号井字号，然后应该是百分比啦，然后去修改，但这样有点累，对不对？好，但是还好的是 VC Data 有一个特别功能，就是它跟 Python 的整合度挺好的，所以即使我对它的 command 或者是一些操作并不是那么熟悉，我可以利用它跟 Python 的整合，以及我对 Pandas 的了解来帮助我克服这个小小的困难。好，怎么做呢？你可以看到这一行指令 Python dash 基本上就是执行 Python 的一个指令在里头里面呢我把 Pandas 也 import 进来了， VC Data import 进来了，然后呢我让它去读这个 CSV 档用 Pandas 去读这个 CSV 档，那我就可以用我的方式把它读起来。那我这边知道 Pandas 在 read CSV 可以增加一个参数叫做 A values， 指定这个东西会变成指定这个东西会变成然后呢我再呼叫 VC Data 去 load 它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它这边的类别就会是正确的不过它的那个薪资部分它会是 float 而不是整数，原因是因为它都是 NaN， 这些东西都是 NaN。 那整数在 Pandas Data Frame 你要做特别的事情才可以让它有一些 NA 的东西，那正常的情况下它自己猜测它的形态，它会把它转换成浮点数，这样子比较自然一点点那比较偏向 Data Frame 的一些细节了。那一般来说我是用来读 Parquet 会比较好，那 Parquet 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储存 Data Frame 的格式比方说我把刚才的档案已经转成 Parquet 了叫做 salary.parquet， 所以我其实只要打 vd salary parquet 这些形态都会正确，而且该做的事情都会把它做出来包含这边是空的这些会有更好的，我这是在 Pandas 时候转的啦不过 VD 本身它也能够转形态，比方说我这边可以 dash v 代表它是 batch 的，然后读进 salary.parquet， 我可以把它 output 比如说 salary.csv。 好，那我们直接看看 salary.csv 的内容，好，它就转成像 CSV 档，但是它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格式，因为至少它不会出现一个 dash 符号，而是它真的就是一个空的地方，比较不会有数字跟文字
的现象。我也可以把它转成比如说是 Excel 档或 ODS Open Document 的 Spreadsheet 的档案，但是你要装相关的套件比方说我这边可以转成 JSON 档或者其他的档案都是可以的。在这边的话，我们用 JQ 来看它好了，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形态至少是正确，它是数字而不是字串，所以它是一个在命令列上面也可以蛮方便的帮你做一个简单的资料处理的 pipeline。 另外一个有趣的功能是画图虽然有趣，可能不是那么实用，我们用 Iris 的资料来看一下好了。那一样，我这边的话，我们用 Python 来读它因为毕竟 Iris 的原始资料也是 CSV 档，我希望它的形态是对的。好，我要选一个当做 X 轴，一个当做 Y 轴。比方说，我现在按惊叹号，在 Sample Length 这边当做 X 轴，然后呢，我随便选一个当 Y 轴但是我也要选择它的类别，用它不同颜色所以我在这边类别这边再按一个惊叹号这时候我在 Sample Length 这边按点，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就直接把这个图画出来了。好，我让它解析度低一点会好一点点，因为它的点的样子会比较大一点点。好，那我也可以换一个栏位，按下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它的图。那你这边当然还是可以在中间，它可以做一些 navigation 放大、缩小。比方说我按加号，它就会放大；减号它就会缩小。还是可以想象它有些实用性，当然是在非常 niche 的情况之下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它，因为它现在非常 niche 的处境，所以画出来的一些特异的功能，其中一个就是它跟 Shell 的整合还不错比方说我可以 ls 我用 exa 好了，然后呢把 exa 的东西 pipe 给 vd， 它其实是可以吃它的东西，不过看起来好像这边并没有栏位，对不对？我只要加一个小小的参数进去这时候它就变成还不错的一个 table 我也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 ps aux，那一样 VD， 那我可以把我现在的 process 利用 table 的形式data frame 的形式来做操作。它在实际上也有一些小小的作用，比方说我现在 ls VD 好了，我只是把一些目前这边的 CSV 的档名塞给它，然后比方说好了，我选择所有里头有 JSON 的档案我可以用其他方法去选但是我选择有 JSON 的档案，这边只有一个，我再多选一些好了。我选择有 salary 档案这边有3个档案被选到了。这时候我按一下双引号键，它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新的分页。然后我按 Ctrl Q 的时候呢，它其实就会输出到标准输出如果我后面有接东西的时候，它会输出到标准输出。我再弄一次，我这边后面用 less。好，我这边选择那我这边就用比较互动的方法来选，按 T 可以用来帮我随便选一些，然后按双引号，然后再按 Ctrl Q 离开。这时候你看到我这边印出了3个档案出来，就是我刚才选的这3个。好，那这件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先建立一个子目录好了，叫做 backup。好，那接下来我 cp ls vd， 然后到这个 backup 里头这时候我就选我刚才要的那几个随便选几个，然后按引号键，然后 Q， 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把刚才我选的3个档案拷贝到这个目录下面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直接的抓取 Wikipedia 里头有的相关的 table， 比方说我这边去 Wikipedia 找出最大的城市，它直接就抓取资讯回来了这边好几个 table， 我先选其中的第一个 table 这看起来没东西因为它有一些 table 只是排版，或者是说我这个页面资讯的但是其中会有一些 table 它是有真正我们要抓的资讯，比方说这个就是它列出了不同的城市它里头的人口数量。另外一个有趣的功能是它可以做一些目录操作比方说我现在按 VD Enter， 我再加一个 VD-R 好的，进来之后你会看到目录下面所有的档案包含子目录的比较简单的一些操作。当然我可以直接点选这个档案，然后呢我就可以看到里头内容，然后做 table 的操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stock 的 CSV， 我们进来这是一个股票行情的东西的记录，我甚至是可以去修改它的档案大小。我这边按下1可以修改这个 cell 内容，我直接把它变小，变成1000，按下 Enter。我现在进去的时候它还是一样原来的大小，没有跟动，但是如果我按下存档，我去选 Yes， 它大小变成1000了。这时候我进去它其实真的就被砍断了那如果把它变大呢，我也可以把它变大。我现在我把它变成3000好了，然后我一样力 Ctrl S Yes， 我们看它档案实际上后面会增加东西，它档案大小就变成，所以你看到刚才有变色嘛变色代表是我们先暂存的东西但是呢一旦它没有变色，就真的把它变成实际的样子
我们还可以更改它的时间啊，一样我这边把它改成2034好，然后按 Z Ctrl+S，Y， 它就变成2034年了。我们也可以利用它的功能来修改档名啊，比方说我现在按下 GS 选择所有的档案啊，所有的 row， 我选择所有的 row， 然后呢，比方说我想把 salary 改成薪水，那我一样用 G star。好，那因为我现在用的比较是新版的3点多版的，所以它这边的搜寻替代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这边换成的是薪水，然后按下 Enter， 那看到所有的 salary 就换成薪水了。当然以这边来说的话呢，我还没存档嘛，所以这边的改变还没有跑到真实的档案系统。我按下 Z Ctrl+S 之后，然后呢选择 Yes， 这边的档案的改名就会全部改掉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都变成薪水点 CSV 了。顺便可以看一下，在 BAK 下面刚才的 Stocks 的档案长度变成3000，然后时间变成了2034年的9月21号。好，我们再试一下一个更厉害的一个做法啊，比方说我现在想改的是它的目录名称。好，当然可以搜寻替换了，但我现在换一个方式，我现在先选择 BAK， 好，然后选择这几个有 BAK 的目录，然后呢，我想把这些 BAK 的目录改名掉，改成 BAK2 好了。那我可以按 G1， 然后 BAK2， 我按下 Enter， 那它是不是就会移到一个新的目录下面去了呢？我是不是甚至可以试试看，把它改成更复杂的东西？好，我们把它 G1 BAK2 BAK3 BAK4， 好，我们一样按下 Z Ctrl+S， 然后说 Yes。 好，我们离开一下，我们看到原本的 BAK 下面已经变空的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BAK2 下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呢，原本在 BAK 下面呢，全部都移到 BAK2 下面。其实它的很多特异功能对我来说也都是非常新奇的东西，因为就如前面所说的，我用 Fizz Data 基本上就是只有拿来快速的看一下 Parquet 档。在我更了解了这些功能之后，我觉得它的确是有这个潜力，将一些 Data Frame 以及表格处理的功能整合进系统管理以及系统操作之中。以上就是今天关于 Fizz Data 的介绍。